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黄金一直都是价格最稳定的贵金属之一，近年全球局势动荡，更推升金价飙涨。不过谈到买金避险，过往大多是中老年人的话题，但在如今的中国，却有一大票年轻人兴起所谓的淘金热，近年更出现特殊的金豆理财法。本期影片就要来聊聊中国的金豆风潮。自从西元17世纪，伦敦正式启动黄金交易，这种贵金属便成为人们历史的要角，更一度被当成全球汇率标准。即使金本位制不再盛行，黄金仍是重要的交易标的与储备项目。当前的黄金期货是全球第2大原物料期货市场，而世界3大黄金交易中心则落在英国伦敦、美国纽约与中国上海。根据经济学人的分析，黄金之所以被视为避险资产，关键就在于它的走势往往可以跟股票、债券分离，因此能让资产组合多元化，达到分散风险的效果。与此同时，黄金也被视为抗通膨的工具，而中国人对黄金的热爱更催生出知名的中国大妈。这个名词首次出现在2013年，当时国际金价暴跌，中国散户蜂拥进场，其中就有不少是中年妇女。这些中国大妈带着大批现金买金，就像在买菜，因此成为海内外的媒体焦点。然而10年过去了，中国再度出现淘金热，而这次的主角却是年轻世代。根据2021年中国金饰市场零售终端趋势的洞察报告，25岁以下金饰消费者购买量比2019年以前显著增长。中国黄金珠宝消费调查白皮书则显示，该国银楼约有75%的顾客年龄介于25到35岁之间。这些年轻人投资黄金的方式比过往更加丰富，除了传统的黄金存折、寄存金与其他衍生性金融产品，近年最热门的玩法则是存金豆。在深圳地产公司上班的李雷，2023年10月接受媒体访问，他说自己先是在社群平台上看到有人宣传黄金的保值性，加上一系列存金豆攻略影片，让他动了入坑的念头。李雷实际调定后发现，每粒金豆的重量在1克左右，当时的价值约在人民币400到500元。对小资族来说，这个入手难度相当亲民，也因此他从2023年5月开始，每月就固定买2到3颗金豆。对他来说，这个动作除了具有投资储蓄的效果，更重要的是让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中找到安定。而这也是许多中国年轻存豆族的共同心声，他们宁愿舍弃咖啡下午茶以及其他生活中的小确幸，就是要攒下金豆钱，培养出理财的仪式感。在这波买金热潮中，不仅买家受惠，卖方更是其中的大赢家。镜头来到深圳的水贝商圈，这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。当地的金店表示，他们最热销的产品就是金豆，去年的销售年增率几乎翻倍，只有将近30%的客户会不断回购。随着金价与买气同步飙升，头部市场也一样火热。光从2023年到现在，中国就有3家金店挑战 IPO。中国媒体便表示，这回与过往不同，是年轻人在推拱筹资赛道。为何过去深受中老年人喜爱的黄金，如今会成为年轻世代的关注重点？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探讨。首先是大环境造就的买涨风气。伦敦黄金现货与纽约黄金期货在2023年12月双双创下历史新高，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主要经济体前景不明，拉高资金避险需求。市场预期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将转向降息，以有利金价走高。此外，央行买盘也成了黄金价格的重要支撑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购买规模在2022年创下新高，2023年的买盘也没有明显减弱。再加上中国境内在去年传出将对部分银行实施黄金进口限制，这也堆高中国国内金价，市场热度升高，则吸引更多民众投入。中国官媒便指出，每逢黄金市场大涨，都会出现大批入场者。当前社交平台风行，进一步引来更多的年轻族群。第二个层面跟中国社会风气有关。新冠疫情过后，中国经济成长放缓，陆续传出青年失业率飙高以及民众消费降级等情况。因此有当地专家认为，中国年轻人想要利用黄金对冲经济与政治风险。还有中媒提出理财降级的说法，认为2023年股市表现疲软，加上白领裁员潮，促使人们采取更保守的理财规划，像是提前还贷或把资金存入利率相对较高的中小城市银行。而金豆理财法便是这股趋势下的产物。而这也带到第3个层面，那就是商人抓准风气，拉高金豆炒作的热度。像是新华网在2023年就报道，
在各大电商平台与网络直播间，金豆与金瓜子等小客数商品都成了热销产品。例如在淘宝，主流品牌的金豆销量几乎都能破万件，其中最热销的品项卖破20万件。商家为了吸引更多人存豆，还开发出成熟的配套流程，提供寄存与回收等服务。与此同时，市场上不断出现重量更轻的产品，压低单价，吸引资金不足的年轻人。对此，有专家抱持正面的态度，世界黄金协会就指出，黄金消费的年轻化，代表更多青年族群以理财的心态看待黄金市场。假如能长期投入并持有，还能塑造年轻人成熟的投资观念。但也有人指出，金豆理财背后其实藏有隐忧，特别是在小金店或网店购买，不仅缺乏售后保障，还要承担买到假货的风险。既然都知道有风险，为何人们还是要到小店买金？关键还是回到价钱，大品牌的金豆溢价较高，不少人自认精打细算，直接就到最低价的店家消费。然而这么做不仅承担了假货风险，也存在变现时的问题。不少黄金回收店家为了避免麻烦，当前已拒绝回收来路不明的金豆。即便有人回收，消费者还会遭遇2道关卡。首先是价差，金豆的回收价格比销售价格低了不少，超过金条的差距。而且部分知名品牌还规定，金豆不能换取其他等重的黄金首饰，消费者必须先回收再购买，吞下中间的价差。此外，中国网络上不时能看到消费者抱怨店家用鬼称的手法，像是在杭州，有金店就为了压低回收价，谎报测重数字遭到开罚。其他号称高价回收的金店，也常常设置各种套路，例如刻意挑剔含金量，或是额外收取兑换与折价费用。对此，有英国黄金投资专家便直言，买金豆存在折价问题，不如买进黄金的 ETF。中国光大银行则建议，如果把金豆当成投资手段，就必须估算摩擦成本，并对风险保持心理准备。而这也带到下一个议题，短期内黄金是否还有上涨的空间？瑞银认为，由于地缘政治风险未除，加上美国联准会即将启动降息，国际金价在2024年有望持续攀高，并在年底前突破每盎司2200美元。花旗的看法更加乐观，大宗商品研究主管道许分析，如果新兴国家加速去美元化，各国央行持续扩大黄金储备，且全球经济出现严重衰退，黄金有机会站上每盎司3000美元。最后，我们来看摩根大通的预测。他们认为2024年有多达60个国家或地区举办全国性的大选，增加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，加上前面提到的降息趋势，金价将在2024年底突破2300美元。总结来说，当前的国际市场对黄金的预测大多抱持看多的态度，但也有专家提醒，金价连创新高，自然衍生出庞大的卖压，加上美国经济数据还有变数，因此市场对今年金价虽然相对乐观，投资人入手前仍要做好资产配置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